认识吗？加代，京圈大佬天花板，震慑贼王张子强，助阵澳门崩牙驹，降服潮州帮，暴打向华胜，跟刘汉在天上人间抢花魁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为爱情退隐江湖，从京城到深圳，加代用拳头与义气写下90年代最硬核的草莽传说。人虽已不在，但是江湖还流传着大哥的传说。江湖风云散，往事尽如烟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这期我们就来讲讲北京黑老大加代的江湖传说。他的名字曾经在北京黑道家喻户晓，他是曾经黑帮当中的一个传奇。在那个黑社会横行的年代，靠着自己的暴力和拼命一步一步上位，靠的就是他不要命的狠劲。他对兄弟是肝胆相照，仗义疏财，对敌人却是重拳出击，毫不留情。加代的原名任家忠，1963年生于北京东城黄寺大街一个大院内。他离开学校后选择了去当兵，在部队服役几年复员后，他被分配到了京城某部委，成了一名普通科员。如果加代能够朝九晚五，安分守己，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科员的话，凭借他的头脑，相信到现在他也能混出个名堂。但是他身上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了。不过加代的一生注定就是一个传奇，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他，没上多久的班就厌倦了朝九晚五的生活，于是他擅自做主办了离职手续，正式开始了他的江湖生涯。初入江湖的加代为人仗义，再加上当过兵，身手不凡，很快他就在京城的圈里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，在黑白两道都是小有名气。加代身高1.75米左右，身材健硕，五官端正，长相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。所以当时京圈里流行着一句话，帅不过加代，俏不过白小航。当时加代、白小航还有一个叫马三的，他们三人的关系特别好，经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。一次，加代和朋友们在北京的蝶恋舞厅喝酒，朋友海明的女友笑妹不小心将酒洒在了九阳的身上。九阳是当时东城扛把子宝刚的手下，笑妹连忙给对方道歉，但九阳却不依不饶，非要拉着笑妹陪他喝酒。加代这人讲义气，一看朋友挨欺负了，他一把把小妹拽到自己身后，端起一杯酒对九阳说，我替我朋友跟你道个歉，要么我把这杯酒干了，要么你把这杯酒泼到我脸上，你怎么出气怎么来，别欺负一个小姑娘。而那边九阳一听也没和他客气，接过酒杯就把酒从他的脑袋上浇了下来。加代见对方气也出了，就准备带着朋友们离开，可九阳一伙人却仍然拦着不让走。加代一看这阵势不动手是走不了了，九阳手下的人根本不是加代的对手，他3下2下就把人全部打趴下了。九阳最后只能狼狈地带着人跑了回去，之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哥宝刚。宝刚虽然骂九阳是个废物，但手下人被打，他的面子也过不去，于是他派人抓了加代的朋友，然后打电话让加代过来。熟人加代接到电话后立即就赶了过去，他刚一进门就看到里面站着20多个小伙子，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钢刀。加代见这阵势仍然没有胆怯，他直接问宝刚想要怎么解决。宝刚让他跪下来给他和九阳道个歉。加代是什么人？上跪天下跪地，中间跪父母，怎么可能跪他们这一群混混？见加代没有动静，九阳直接上前就要动手。见九阳上前，加代直接从旁边一个小弟手里拽过一把刀，对着自己肚子就是一下。他的这个行为把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看宝刚没说话，加代又抽出刀子，对着肚子又来了一下。宝刚怕真闹出人命不好收场，于是就放他们回去了。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，但没想到宝刚的人却在外面散发谣言，说加代是个软蛋，被宝刚给收拾服了。本就想着怎么报仇的加代，听到这些谣传后更是气得火冒三丈。伤好了之后，他当即就找来一把喷子，直奔宝刚的夜总会，把九阳和宝刚给轰了。不过还好，两个人并没有生命危险。第二天，加代的这一举动就震动了整个京城江湖，加代一夜成名。宝刚虽然颜面扫地，但是他知道加代是一个不要命的亡命徒，再斗下去有可能性命不保，于是他索性报了警。这样一来，加代在北京就混不下去了。之后他孤身前往了广州，恰好加代朋友的父母在广州是做手表生意的，他们就把加代安排在了表行里帮忙。加代这个人绝顶聪明，不到3个月他就把做表的门道给摸清了。于是他找了一个师傅，自己组装手表，然后出售。没用多久，加代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，他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。后来他在沿江路开一家酒吧，当时沿江路有38家酒吧，号称酒吧一条街，
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，都是热闹非凡，收入自然也是不菲。不过这么一大块肥肉，很快就引来了潮汕帮陈老大的注意。陈老大亲自带着一帮兄弟过来，威胁店主们每个月交800元保护费，否则别想在这儿开下去。受到威胁，前面几家都乖乖的交了，但是到加代店里的时候，他竟然直接把收保护费的混混打了出去。陈老大知道后，叫来了100多个兄弟，把加代的酒吧给包围了起来，并且说这次800不行，必须要给5万的赔偿费。加代一看你这是欺负我外地人，说这样，要不咱俩明天约一下，如果我输了，不光我交保护费，这一条街的酒吧老板我都保证他们给你交保护费，可如果我赢了，沿江路不允许你再踏进来一步。陈老大也是个社会人，知道规矩，所以他欣然就答应了。当天晚上，加代连夜让兄弟们在黑市买了10几把手枪。第二天下午，陈老大如约而至。虽然他们人数上占着优势，可是加代的10几把手枪也不是闹着玩的。双方刚一见面，加代就砰砰开了数枪。听到枪响，陈老大一伙立刻慌了神，一个个吓得四处逃窜。这一战也让加代在广州一战成名，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来找他的麻烦。后来加代因生意上的事去了一趟深圳。到了深圳之后，他发现深圳的发展速度要比广州快很多，前景也更好，于是他当即决定来深圳发展。在深圳，加代的表行生意做的同样是风生水起。当时在深圳东门步行街有个收保护费的黑老大，人称东霸天。他凭着心狠手辣，沿街收取商铺和小贩的保护费。这天，东霸天因为一个小贩没及时交钱，就把人家的货摊掀翻了，还劈头盖脸的打了小贩一顿。加代虽然是混江湖的，但是他对于这些欺负弱小的混混非常的看不起。于是他拿过一把西瓜刀，一刀就插在了东霸天的脸上，之后又照着他头砍了几刀，劈得东霸天赶紧跪下来求饶。加代在深圳的第一战就收拾了一方大佬，这也让他在东门步行街一战成名。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，加代又将深圳大小帮派扫了个遍，接连击败了湖南帮、广东帮、天津帮、东北帮，一跃成为了深圳江湖天花板，无人敢惹。可以说加代走到哪儿总能称霸一方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加代的拳头硬，更为重要的是加代为人特别仗义，这也让很多人都心甘情愿地跟着他。加代发达之后，也没有忘记他在京城的朋友们，但凡是来深圳投靠他的，他都是来者不拒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经常利用自己的人脉，帮着南下深圳打拼的兄弟们摆平了不少的纠纷，被人戏称为打捞队队长。加代在江湖中的地位由此奠定。1992年，加代的老朋友马三，前面咱们说过，算是加代的铁杆哥们了。他从北京来到深圳投奔加代，铁哥们来了，加代特意在深圳深海国际酒店招待了好友马三，而恰巧张子强的手下陈志浩也在这家饭店吃饭。两方人马遇上后，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，冲突中陈志浩的几个小弟被加代的人打了。眼看着加代就要对自己下手，陈志浩牛气哄哄地说：“我大哥是张子强，你敢动我吗？”那时候张子强在深圳、香港一带可谓是家喻户晓，他们心狠手辣，拿着 AK 当街与警方火拼，是不折不扣的亡命徒。加代手下听后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，连连要往后退。可是加代也不是好惹的，他可不会认怂，在扇了陈志浩一个大嘴巴子后才放他们走了。刚出饭店的门，陈志浩就给老大张子强打了电话。张子强听后那是勃然大怒，他拿着 AK 亲自来到了深圳，准备会一会加代。不过等张子强到加代的钟表行总部的时候，加代正好出去，张子强没能碰到加代，却撞见了加代的3个兄弟。于是张子强把加代的兄弟绑到了深海国际酒店，并给加代留了封信，让他只身前来，否则就等着给兄弟们收尸。加代收到信后犹如晴天霹雳，他虽然不惧怕张子强，但是他知道张子强的为人，如果不按他说的做，这3个兄弟很可能会被害死。加代思考再三，还是决定孤身去会张子强。刚进门，张子强的手下也是著名的贼王叶继欢，就拿枪抵住了加代的脑袋。张子强也大步上前要收拾加代，不过就在张子强上前的同时，加代迅速从兜里掏出一个手雷，放进了张子强的衣服里，另一手则抓着叶继欢的枪口。加代的这个举动把所有人都吓傻了，唯有张子强还算冷静。他对叶继欢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叶继欢把枪放下，然后转头对加代说：“我张子强敬你是条汉子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咱们什么都好说。”
加代也不傻，他要求张子强先把他3个兄弟放了，就这样双方达成了一致。可以说张子强自打进江湖以来，除了叶继欢，加代算是他见过的第2个狠人，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。就这样，加代用一个手雷灭了张子强的威风，同时还收获了一段友谊，这也成了加代留在江湖的一段佳话。后面的事情证明，张子强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加代不仅给了他很大帮助，还在一次拼杀中救了他的命。1995年的一天，张子强在游轮上和人赌钱，和他对赌的是一个叫蔡志雄的富豪。半天下来，蔡志雄把把都压张子强一个点。张子强本来就非常的郁闷，没想到蔡志雄赢了钱还嘲笑他。张子强哪里受过这种气，于是下了游轮后，他就吩咐手下梁辉去绑了对方。但没想到蔡志雄早有防备，梁辉不仅没绑到人，自己还差点折损了一名弟兄。梁辉赶紧给张子强打电话求助。与此同时，蔡志雄也找来了帮手，双方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斗殴。张子强一方受伤惨重，于是他赶紧带着兄弟们边打边撤。可谁知蔡志雄仍然不依不饶，又带人追了上来。张子强见状，只能给加代打了求救电话。加代接到电话后，二话不说，集结了200多个兄弟，将蔡志雄的人马打的是抱头鼠窜，成功解救了张子强。自此之后，张子强和加代成了过命的交情。加代作为一代传奇大哥，不仅结交了悍匪张子强，他还和澳门的教父崩牙驹称兄道弟。到了1994年，澳门教父崩牙驹在内地就遇到点麻烦，怎么也搞不定了，就找人牵线拜会了加代。这个时候，加代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，成了京圈和深圳的江湖天花板，背后有人脉有资源，还是商会会长。当时深圳有家公司叫做易华商贸，老板叫做岳某华，身家几个亿，平时就喜欢去澳门去放松放松。但是有一回，岳老板在澳门掉了6000多万，当场就给了4000万，还剩下2000万，说身上没有那么多了，打个欠条回去再给吧。结果回去岳老板就翻脸不认人了，欠款不给银子了。所以崩牙驹就让手下4大护法之一的金刚去深圳，但是岳老板相当的不厚道，仗着自己在深圳枝繁叶茂，把金刚一顿的按摩，还托关系把金刚给关进6扇门里去了。崩牙驹在内地实在是没有人脉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银子的事儿是小，关键是兄弟喜提银手镯大套餐不给他弄出来，那以后没法跟小弟们交代。这个时候就有个叫小毛的人给崩哥献了一计，说戴哥那是我大哥，那义薄云天，你找他准靠谱。其实这个小毛也是个人物，是湖南帮的一个狠人，早年在澳门结识了崩牙驹，跟着崩牙驹接手了不少的业务，所以就牵线搭桥找到了戴哥。一声戴哥那不是白叫的，人家是真认兄弟，真帮你办事。没几天金刚就被放了出来，而且不但把金刚给放回来了，还托人找到岳老板，把那2000万也都给要回来了。崩牙驹知道这回是拜到真神了，为了感谢戴哥，诚邀戴哥到澳门一聚，热情款待，直接递上一张卡说，这张卡无上限，戴哥你来澳门，那你随便整，整多少都记在我崩牙驹的头上。当然了，据说戴哥只是笑笑没有收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这确实让人佩服。但是没几年，崩牙驹自己就进去踩缝纫机去了。那年是98年，时过境迁，几年以后，加代也离开了深圳，回到了北京，遇到了那个一眼对的人，可能是怕再失去最爱的人，一代大佬从此就退隐。因为加代的初恋，就是因为他动不动的就深更半夜的出去给人按摩，实在是精神上受不了，就跟他分了手。他当时去广州也有一部分原因，就是因为跟女朋友分了手，比较伤心，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哥早已不在江湖，但是江湖全是哥的传说。2020年57岁的加代因病离世。先别急，还没完，关键的才开始。加代最早被圈外人知道，是在一本叫做《京城流氓谱》的书里面，后面又有什么红旗下的小鬼、这个石灵等等。但是在这些书里面，加代的篇幅其实并不长，甚至比起书里的另外几个大牛货，加代的级别感觉还差了不少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加代，后来就有人把戴哥的一些事迹就发到网上去了，就有聪明人一看说，哟，这人忠肝义胆，义薄云天，正能量，这人必火呀，就开始了部分的艺术加工，结果还真就挺火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也发现了流量密码，都跟着一起加工，最后到了什么程度？基本上那个年代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跟加代交过手，什么怒山向华胜，什么和刘汉在天上人间抢花魁，谭某又去拉架呀等等，全都来了。刘汉这也挺惨，
在这些故事里面，基本上从东北一路就被扇到了广东。一讲到这种江湖故事，保准有流汗，保准还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一个。咱川老大就这么没排面吗？不至于吧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往期讲的流汗的故事。如果不论真实性的话，故事确实是越后期的版本就越精彩。我上面讲的其实就是这些故事里面的精华部分，所以这期我们叫做江湖传说。但是真实的戴哥可能没有那么逆天，谁能那么闲，天天天南地北的跑，去跟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过招？这不妥妥的有病吗？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，第一，加代确实是真实人物，照片视频为证，也确实是京圈老炮，更确实是京圈大佬级的人物，这都没有假。第二，他也确实是义薄云天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一个义字走江湖，这都没得说。相比他那些传说，义字当头才是他所有故事里面最真的一点，因为他就是靠这个义字火的。他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基于他讲义气这个展开的，义气就是加代这个人的魂。第三，我能查到的他比较可信的事迹，其实主要集中在他和牛鬼蛇神之间的过招。但是这些故事我也研究了，确实没多大意思。说来说去，核心都是你瞅啥，再瞅一个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这样的故事，你听这些人的名字就知道，那上不了什么台面，那也确实没多大意思，确实跟什么张子强、崩牙驹这些大牛货那差着等级，所以这些真实的故事也就没人讲，因为不好看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听故事嘛，高兴最重要。咱又不是去写论文，较那个真那都没必要。要是这17分钟能让你放松就好，那戴哥这辈子那就没白活，被人遗忘远不如留下点传说。故事虽假，但是江湖是真，义气更真。正所谓是江湖风云散，往事尽如烟。谁人当年奔怒海，一杯浊酒敬浪头。好了，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